the little thing that he did for me, right, means a lot to me. 他们是在这个社会是被忽略、会去帮忙这些人。也会有很多人讲说，为什么你们那么傻？你们做的东西人家要吗？我不想到有这一类的孤单、年老、病。这是一位子母留给儿子无限的怀念。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8年，这段艰辛的看护经历改变了何启荣的退休人生。我母亲过世了，让我很多时间了。在2019年中，乐年辅导中心需要招人员来做乐年援助热线了，我就想我可以帮忙嘛。Good afternoon, the senior hotline. 我小宁，我 Madam Wong 啊 ，OK。很多老年啊，他们利用这个援助热线聊天。我当助这个援助热线有几个月了，那么这个乐年辅导中心的人员跟我说，你可以装修。我说我可以。你好，今天你给我是什么呢？3个。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经济比较拮据的一些年长者，这个居家维修服务其实是免费的。如果年长者他的家的灯坏了或是比较暗了，其实会造成家庭意外，所以我们希望说，就是居家可以继续养老，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中能够减少一些家庭的意外。启荣上个世纪80年代在公立教育学院完成了学业，学会了维修的技能。出来社会工作，也从事维修服务行业。当上维修义工后，他必须扛着沉甸甸的工具包去求助者的家。搭的车是很贵的啦，通常是地铁，地铁就不到那个地点就换巴士或者走路咯。你好，请进来，请进来。今天麻烦你帮我换这个马桶盖，然后这个洗衣机盖就是断了10多段。窗口它的螺丝掉出来了哈，你装一个洞哦，跟它换一个洞哦，装下去就复利掉了就可以了。最普遍的就是水管松，还有那个马桶不可以抽水，或者马桶湿塞住，还有电灯、电泡、电门然后松了坏了，通常就是这一类的工作。然后没得掉，你这洗衣机的出水口也是跟你换了。每个人都是需要人家帮的，对吗？以前我们也是年轻过，现在我们老了也要帮需要人家帮忙。年纪大了，确实需要他人的帮助。对启荣来说，更是感同身受。他的母亲晚年身体欠佳，生活起居全由启荣一手包办。我是单身啊，我一路在跟他住在一起，我就这个责任我就来担了。从2011年我就开始照顾我的年老母亲。她70岁过后就
血压高啊，还有那个肾一点点慢下来。首先可以走，慢慢走，痛，后来就停止不可以走路，然后就买红波了，放在那个他的床边了，自己慢慢。通常早上起来冲凉、换衣服，搞定他的床啊、被啊，干净清理，跟他骂声。换衣，累积了看护者的经验后，启荣带着一颗回馈社会的心，走入各家各户提供维修服务。眼前的景象让他百感交集。今天启荣来到了黄赛瑜女士的家，进行维修后的检查任务。还没有漏了？没有，现在很好的，很干净了啊，很好，很稳。我就是参加那个乐龄中心，说我家里水龙头漏水什么，那乐龄中心人讲他们有那个义工来帮忙。这我就想着，我的隔壁安哥也是水龙头漏水。黄女士口中的邻居长者，就是84岁的唐先生。他们已经认识50年了，也当了30年的邻居。独居的唐先生身体衰弱，黄女士一直关注和照顾他，还帮忙他打扫房子。他以前是家德西的。就是他好了，偶尔还可以下去自己买东西吃咯。那有时好像他和官分饭，拜一到拜五、拜六，礼拜没有。这礼拜他有时我帮他买了。义务维修除了技术，还需要一份勇气。启荣就曾经历过不少严重的状况。我说出来你不相信，很厚，干掉，然后那个大便干掉很肮脏，用那个 brush 来擦啦，用很多水冲，1个钟头多才成功，才很清洁。那个老佣住在医院，他的女儿拿口罩给我，进去有蟑螂、cockroach 飞来飞去，东西很脏。水管阻塞拿出来一个水管1.5的 liter 了，丢在里面，把它拉出来，然后就可以通了咯。1年半来，启荣走入超过200多户家庭，目睹了形形色色的遭遇，他感触良多，不胜唏嘘。我从来不想到新加坡有这一类的孤单、年老、病，还有些不会走动，还有些那个腰弯到这样，90这样爬。如果没有当这个义工我没有这个机会亲眼看到这个情况不想到，没有想过。启荣的母亲到了后期，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为看护者，他没有埋怨，只有接受。他的依赖性1年比1年重所以我就慢慢的适合了。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来，我就可以说服这个困难。8年后才过世，所以8年了，他也很辛苦。他去的也是很好
对他来说有个铁货。那么我也松了一口气了。安大正，你的洗衣机的货我跟你换了啊，你帮我签个名了。我觉得很高兴能够帮忙老人家，我可以做一点点贡献了。除了维修义工，接触瑜伽近10年的何启荣也是一名义务瑜伽导师。近2年来，他也到一间武馆学习气功，并协助中医师参与义诊，也带领同学练习气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就觉得做些有意义就好了，心就很满意了，没有浪费人生，经济比较好一点的，没有浪费时间。I was born with type 1 diabetes. I got it from my dad. And as I grew up, it's like I had to take insulin. I had a kidney failure. I had to go for dialysis. My eyes went blind first, and this eye is low vision. Then I lose my right leg. Then I lose my the other leg. Then I lost my hand. And most recently, I had a fall. I broken my hip bone. It's broken to 2. So it's very tough for me. It's very painful. Morgan 在生活上无法自理，母亲年迈也无法照料他。像他这样处境的病患不乏其人。生病除了影响病者外，也带给看护者很大的冲击。40岁的陈志凯对照顾病人的甜酸苦辣有深切的体会。说我爸爸不只是有糖尿病，他其实有3高。脚是血管的问题，因为我一直走路走不到1个把手就痛，我没有讲，我自己忍住，开刀了就让变成这样。我们自己身为孩子的，不是说每一时刻都会有机会能在父母亲的旁边帮助到他们。做兵的时候碰到 Adrian， 我就发现到其实还有很多人有自己的故事，也有自己的困难。陈冠中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10多年来身心俱疲。我妈妈差不多是我在21岁还是22岁左右的时候，就是罹患乳癌。她有时候情绪低落，突然间恐慌症一来的时候，我就得要赶回家，所以就得临时跟公司拿假，这样子颠簸了差不多10几年。有时候那个状况是警察跟救护车都到了之后，我都还没到，所以变成他们得把家里的门给撞坏，先进去帮助他。有很多类似像我们这样经验的人都需要帮助，然后我们就想说，不如我们就出来办个企业什么的，看可不可以帮助这些人。于是陈冠中离开了物流和运输工作，而陈志凯也从高薪的专有平台工程师职位离职。他们在2018年共同创办了社会企业 SG Assist， 利用手机应用程序，让弱势人士能够即时找到义工提供协助。我们刚接到一个请求，就是说这个糖尿病的病患者，他需要一些志愿者陪他去买一些日常用品，还有可能打包一些他的午餐这类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他的请求放进去我们这个手机程序，让在他附近的一些志愿者如果有空的话能下去帮他一下。
Jose 在 SGSS 当义工已经1年多了，为很多求助者效劳，其中就包括了 Morgan。Hello Morgan. Hey. Hi. Hi. How are you today? Hi. I called SG Enable and told them about my dilemma and see how they can help me. And they linked me up with SG Assist. I came to Singapore around 21 years already. First, I work at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The past 3 years, I work into the charity. One of my friend introduced me about the SG Assist app because that time is a pandemic period. Usually, I do my grocery shopping like once in 2 weeks or 3 weeks. Like fresh produce, right? Usually, I buy things that's on promotion and buy lunch for me and my mom and come back. Yeah. I can't do it on my own. Morgan, here the Gala apple. Yeah. 10 for 445. 10 for? 445. This one is small one. Yeah. 许多超市的职员也已经认识 Morgan， 看到他来购物，都会主动上前协助。Okay, which one you take? Well, actually, the neighborhood here is very good to me. Even spoke to strangers. Sometimes they saw me going back alone, right? They pushed me from the bus stop all the way up to my place. 每当 Morgan 到咖啡店去，那里的小贩们也会时常提供免费的食物给他。It's like whom I can like ask for help. There's someone who can help and everything. Yeah. Even though that their kindness is Singaporean, what Jose did is a wonderful thing. What he did is to show compassion. Not people who are disabled. You know, all the little things that he did for me, right, means a lot to me. 如果说人家能用这个平台而感到感激，有别人来帮他，也在这途中交了一个朋友，觉得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 small win， 能觉得在邻里能帮到别人。32岁的胡新义也是 SGSS 的义工，帮助有需要的人就是他的座右铭。我觉得在新加坡有很多人需要帮忙，一般上我会抽出我所能有的时间去帮忙这些人。胡新义是前国家队游泳选手，13岁开始为国出征。2007年曾代表新加坡角逐冬运会铁人3项比赛，退役后他转当游泳教练。去年疫情初期，他成了 SGSS 的义工。我的朋友就介绍我 SGSS， 一旦好像我没有教游泳，我就可以看一下那个 app， 通知我说这里附近有人需要帮忙，我时间安排得到，我就可以去帮忙啊。我帮忙他们买一些平常的用品，家里附近这些好像超市啊，或者是小卖部，买了就把那些东西带去他们的家。帮忙了1-2个老人家，送他们去polyclinic 看医生，还有帮 food bank 做那个 packing， 把那些食物收拾好 ，then 捐给那些需要的人。因为一个米就5公斤，洗衣粉5公斤，油2公斤，就还有那些水果啊之类的，我应该有15公斤到20公斤吧。我大right，连他们就讲哇，你一个小女孩子拿这么重的东西，我说没有办法，因为我打算去帮人家，所以就必须得提。我觉得他们是在这个社会是被忽略，因为很多是因为他们家里有问题，他们又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就带日用品上去他们家里，给他们，他们都很开心诶，一般上都很感恩。目前 SGSS 的义工有2000多人，大家来自4面八方。
真的什么人都有，很年轻的也有，退休的人士也有，他们真的是有一份心想帮人。他们也和基层组织合作，用手机应用程序招募义工参与活动。义工林丽娟在社区派送日常用品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能够帮助居民的机会。我们拿进来给你。感动到我的是一个老人家，他的脚也是没这么多力，从他家去食阁买一个食物，他还说了他需要停5次，还可以到达。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所以希望把他们连给义工，找义工们来帮忙他们一下。Hello， 这边来，哇，经营一个新创兼社会企业不容易。志凯和冠中的家人很支持他们的理念。我觉得他在帮人，我在帮他，也等于间接我也是在帮别人。他既然有这怜悯心，要去帮助别人，我们就不去打扰他。我觉得没问题，走的对的路就走，不用考虑这样多的啦。我跟我妈妈说过，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公司，其实都是跟她很有相关。她就会问你到底有吃饱吗？谁养你啊？其实她还是说，哎呀，就算了啦，你们只要不要饿死就好，然后尽可能的就不要忘记说要照顾好自己，才可以照顾得好别人。也会有很多人讲说，为什么你们那么傻？你们做的东西人家要吗？不过说有得到别人的支持的时候，也能帮到别人的时候，带动着我们每天想再继续帮助人的那一份心哦。